川普在他上任这次2.0以来，几乎每天影响着全世界。股市也一样，上上下下都是因为川普一句话。今天讲的可能跟明天不一样。今天股市从昨天美股也是大涨，因为川普说4月2号啊，这个关税对等开征呢，可能有所转圜，包括了会给许多国家减免项目哦，汽车、半导体可以先不上路，但未来呢，当然随时还是可能开征啊。他说，例如汽车、制药啊，还是要课税，很快就会宣布哦。但到底什么时候？如果他自己买空买多哦，说真的，每天他赚翻了，因为这个世界的股市几乎都被川普几句话就影响了呀。其中剑指中国，除了刚刚我们看到要抓所谓匪谍这种概念的宣示之外，川普的出招针对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叫做隔山打牛吗？因为呢，他说如果要委内瑞拉能源呢，给他加税，买他的中国如果跟委内瑞拉买的话，它的征税可以直接加到25%，国际油价因此也应声上涨了1个百分点。这样突然的下令呢，也就是要这个用委内瑞拉来制衡中国大陆去买的概念，但有没有用呢？因为各种的分析都认为不一定。中国一定要跟委内瑞拉买呀，它也可以跟俄罗斯买呀。光委内瑞拉2023年石油出口量68%卖给中国没有错，但是美国也有买1个月进口860万桶的原油，所以比例上来讲，虽然中国大陆高，但并不是不可取代。所以当外商现在在美中当中对抗要选边的时候，就发现了川普的盟友呢登陆去了吗？李强，中国国家的总理向戴恩斯，这位是最挺川的参议员去访问了之后呢，特别强调，如果开启关税战、贸易战，双方都会输，没有赢家。另外一方面，也积极跟与会的高通啊、辉瑞啊、波音啊、美国大型公司说，你们欢迎啊。到中国大陆来投资、分享、发展、合作才是王道。那大陆反对脱钩断链嘛？苹果直接回应，苹果的库克回应他说，会加大对于大陆的供应链投入，而且金额呢，现在宣布是有7.2亿的人民币之多，启动第2期的清洁能源基金，也就是说，他会继续投资中国大陆，继续在这里发展。那就算川普要挡各种的美国投资，或者是要回到美国制造，那又怎么样？包括了韩国的三星哦，三星的李在镕出现在比亚迪访问之后，去了小米汽车。那么接下来也有各种的合作方案正在进行讨论当中。如果韩国跟中国大陆也合作了，那也不一定美国就可以完全掌控了吗？当我们看到中美的贸易谈判即将要开始的时候呢，前期看到了参议员先走这一趟，接下来呢，戴恩斯他讲的是制造毒品芬太尼的这种流入各种的管制，这还容易。那大陆方面的回应是说，大陆的海关呢始终保持查缉芬太尼的高度查缉的能力，表示我们有办法可以提出来。但是在整个关税的贸易战里头，直接很多的物品都会被加收20%关税啊。那么对于谁比较倒霉呢？当然是美国的消费者。以沃尔玛来讲，这个超市里头本来有些比较低价的商品来自于中国大陆，他跟中国方面的供应商说拜托降价，但中国政府当然不愿意嘛。他说像这样强大的公司都没有办法控制价格啦，就是既然你涨价了，消费增加的这个金额呢，涨价到谁手上？其实当地的居民一个街坊讲得清清楚楚。The tariffs. Chinese government pays the tariff. No, they don't. Yes, they do. I'm an importer and an exporter Yeah. for 20 years. When a product comes into the U.S., there's something called a tariff sheet. Okay. I, as the buyer of that product, follow U.S. law and pay the tariff. I'm an American citizen, an American taxpayer. I pay that tariff to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at increase in the cost, I then sell to you for a higher price because I've got to cover that tariff. Then what about, there is then no... what do you say our tariffs are higher when they go overseas as opposed to theirs coming here? Tariffs are never a zero-sum game. Tariffs are a tool.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you want to sell us your beans. Yeah. We are going to give you a low tariff if you buy our corn. But the cost of the tariff is ultimately always borne by the consumer. 所以赖老师，这个关税大战到底是吓到谁？当然，台积电有吓到了。然后呢，谁会是受害者？台积电吓到以后，先丢了650亿美元，接着再丢1000亿美元。现在川普再开价 double 再多1000亿美元，所以2000亿美元。如果是总共的话，就等于是2650亿美元。台积电的有这么多的投资基金吗？我很怀疑，除非台积电要发行公司债去筹基金，然后到美国去投资。但问题就是，它的公司债卖得出去吗？我也怀疑啊。不管如何，
我们看到确实，如果要打贸易战、打关税战，最后的就是消费者他吸收，消费者他苦。然后如果说有替代品，那基本上这个问题就比较能够解决。可是没有替代品的话，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那也就是说，假设我今天不从美国这边进口牛肉，我可不可以从别的国家进口得到？如果可以，那这个问题对我的国家来讲，我对你美国课高关税，我就伤害不大。我可以从澳大利亚、从阿根廷、从别的地方、从巴西进口牛肉来。但是如果说美国它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进口这些产品，只能从中国这边来的话，那你关税越高，美国的消费者他就越苦了，因为他找不到替代品。沃尔玛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了 ，Costco 也会是一个案例。那也就是说，美国他们 CNN 自己都承认，这么大的卖场，也就是说他是最大的买主啊，他都没有办法控制价格，因为中国大陆也出手了嘛，说我已经约找你们约谈了。然后现在如果你们歧视性的行为，对中国的这些供应商有歧视性的行为，也就是逼迫他要降价的话，那我们已经把你列入调查了。如果你被我们列为不可靠的实体清单，你在中国的这些所有的企业都要关掉了，因为你不能够再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中国所有的产品也都不能卖到你的这个沃尔玛在美国的产品。美国的沃尔玛有多少产品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呢？60%，60%。那你一个大卖场60%的产品都下降，你这个大卖场谁要去消费观光啊？它一下子当然就倒了嘛。所以这个部分里面，连 CNN 都认为说，这个关税战美国的大卖场都撑不住，那就不用讲其他的国家。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的体制已经准备好跟你美国进行这一场关税战。这代表说，在第一次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打的这个贸易战，拜登的科技战，也让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去跟你应战了。好，那我们就回头来看，川普现在关税为什么会乱得一塌糊涂？前段时间川普把关税拉得很高嘛，不管对大陆也好，对加拿大、对于墨西哥都把关税拉得很高。然后欧洲扬言说，我今天我一定会报复。然后川普又说，那我就对你的红酒跟烈酒再课以200%的关税。这个时候，美国的股市连跌了，而且连续重挫了好几天。那么跌得快破20%的时候，这个时候说有一个声音出来了，也就是说，当股市跌到20%以下，再继续往下重挫的时候，很有可能就陷入了美国的经济衰退。所以，特朗普衰退的这个词就被创造出来了。那因此，媒体记者就在问川普说：“哎，那这个经济会不会衰退？”特朗普第一次承认说，经济是会衰退的，有可能，但是我们顶得住，我们只要熬过这段苦日子就好了。结果第二天股市重挫了。那当记者再去问川普的时候，川普说：“经济不会衰退啊，可是你明明讲会衰退啊，可是你又讲不会衰退，可是人家问说那股市一直在跌怎么办？”他说：“我从来不看股市的。”其实川普天天看股票，天天看股市，结果您看4月2号时间越来越接近了嘛。当4月2号时间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传出来了，说川普要重新发落了，要把这个关税打击的范围缩小，说现在缩到只剩下打击15%，然后在关税的幅度再把它缩一点，股市嘣一下子反弹了600点，这代表什么？我相信川普一定在看股市，哎呀，开心啊！所以真的是，原来川普的关税跟股市确实有相互之间的联动关系，也跟美国的经济发展有联动关系。那问题就在于，川普还要不要继续再玩下去？我觉得川普要玩下去越来越困难，那就代表说他的关税主张跟关税理念基本上是不成熟，而且不完整的，所以才会改来又改去。我每天早上财经时段访问分析师的时候，看股市都说：“哎呀，川普又讲了什么什么，几月几号要实施什么。”分析师现在都学会一句，就说：“再看看吧，可能明天又不一样啦。”这就是川普 style。这也是一种谈判的技巧了。敌人根本不了解你在想什么，也不晓得你明天玩什么花样。但这有一个缺点有时候你就会破坏不是你自己川普政府的形象，就美国的形象。你会让很多的国家认为说，你这美国现在不再是世界正义的代表你现在就是
到处就想欺负人家，然后嘴巴呢也很贱，也不饶人哦。看到什么你都要，格丽娜你也要，然后巴拿马这个你也要，运河你也要，然后格丽娜你也要，加拿大你也要，就这样就胃口大的不得了，他嘴巴坏的不得了，这样子，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在欧洲的确是有一些人是刻意的在发动不采购美国的商品，那加拿大更不用讲了。这种风气，这种一旦这个蔓延开来以后，坦白讲对美国的形象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就你这个总统，你讲的话，人家就不把你当一回事，因为你今天讲的话，可能明天就被自己给推翻了，就这样子啊。不过现在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多的大商人哦，现在跑到大公司的这些主管啊，跑到这个中国大陆去啊？中国大陆其实在世界经贸上，我想主要是扮演2个角色。第二，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如果以手机来讲，是全世界单一国家最大的市场。好，第二个，它是一个最大的世界工厂，所以呢，这些要买东西或要卖，像沃尔玛就是要买它东西嘛，想买便宜一点的东西嘛。如果中国大陆断供，它就完了嘛。啊，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要卖东西给你嘛。你像苹果，他说他要加强投资，他不这样加强投资，他可以吗？他这个其实主要是讲给中国大陆消费者听的，因为人家买不买你的东西，有时候是性能的问题，有时候是对你这个厂牌的印象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对中国大陆好，人家可能要围堵你，我不会，我要加强投资。很简单嘛，2024年，苹果在中国大陆的整个的占有率，就出售率卖出去的这个手机数量跌了17%耶，它跌到第3名，第1名是 vivo， 它占了这个中国大陆市场17%，第二是华为，华为又满血复活，然后呢？这个 Apple 就被降到这个15，然后去年1年为什么说它不能丢掉这个大陆市场？中国大陆整个手机的采购量是2.85亿只，就是2.85亿只。你认为有多少个国家？有的国家可能10几个国家加起来都还不到1亿人口，他就买了采购量就2.85亿只，所以这个他是不可能往这个抛弃的。过来就像这个波音这几年中国大陆简直是一家都没有给你买。那全世界买民航机最多的国家当然是中国大陆，至少是前3名。那你像中国大陆不买，你想别的国家想，怎么中国大陆不买？因为你的波音很有问题，你的飞机本身很多瑕疵，所以会有所害怕啦。不过总体来讲，就是说你一下子说不准你买委内瑞拉的石油，你买我就要加你25%的关税。你知道中国大陆其实进口的世界的石油，以去年来讲，进口最多的石油是来自2国，第二个是沙烏地阿拉伯，过来马来西亚、伊拉克，委内瑞拉排第26啊。我讲一个实话，中国大陆可以不买委内瑞拉，他买他有经营拉丁美洲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构想，而且因为委内瑞拉在拉丁美洲国家里面，它有一些影响力，因为它跟古巴关系不错。所有不喜欢美国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都对委内瑞拉是同情的，所以我觉得他买这个是战略上的考量。他完全不买，倒霉的是委内瑞拉，不会是中国大陆排名第26，我不买会怎么样吗？不会嘛。隔山打牛打不到牛啊，舰长。这个很多人在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川普的关税战，都觉得川普这个很莫名其妙啊，每天变来变去的啦。很多人第一个直觉就是，你就跟他一起打嘛。他抽多少，你跟他一起对抽不就行了嘛？谁怕谁？可是实际的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好比说我跟委员，我们2个在2个不同国家做生意，今年我从委员这里进口2000亿的货，那委员从我进口呢就200亿，你知道我是大量入超，对的。那结果我们各加10%，他得到多少钱？他可以只增加了10亿，不对，20亿。我会增加多少？增加200亿，你知道吧？就是一个大量入超的国家是最适合打关税战。谁是这个全世界最大量入超的国家？美国。谁是这个世界最大量出超的国家？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最不适合打关税战。不过你看这个川普这个人，我就觉得我用2个来形容，他是一个叫做行动派，一个叫做现实派。所谓行动派，他是一个念头一出来，立刻交代，
他也不管你什么国际秩序、什么大法官说什法律规定没有么，就立刻就要执行。他现在所有挑的人都是一个叫做真的都是一些很强硬派的，而且你去看这些人在他旁边那样，就是一副我效忠我的主子的那种姿态，所以他做什么事他就立刻去改。可是他一旦做的不顺，或者他觉得不对，你认为他会说，因为我昨天说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一定要坚持下，这是我颜面。对不起，商人的个性就是一个现实派，只要一不对，他昨天早上宣布，昨天晚上就可能可以改，朝令夕改，这是一个商人很可能做到。所以我们往往也不要因为他的某一个东西啊，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多怎么样，可能明天又改掉了。而且这种所谓的关税战哦，有时候你别以为你小，好比说我举个例子啊，虽然我大部分从美国的这个出口给他，我跟他打关税战，我是一个叫做亏的。可是在美国川普的眼里啊，他不在乎我亏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只在乎他亏什么，所以他不在乎，他不希望两败俱伤，他只希望成就了他自己美国自己。所以当你决心跟他去拼的时候，就好像那个叫做胆小鬼游戏，我们两个车对撞，我跟你讲，川普这种人通常是往后退的，他会知道说，哎，真的对撞下去，对你是很惨，就是说我跟他对撞的很惨，但你美国得到什么好处？商人永远想的是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而不是他想要做什么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大企业，你看最近很多大企业，其实我在商场待过一段时间，我曾经身边有很多大企业了，他们大概有两个很特别的样。第一个就是分散风险，他绝不会让单一的一个东西会把他企业给弄死，所以他一定会分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打不过别人就加入别人，不必硬撑，那没有什么好撑的。如果人家的确很厉害，你就跟他合作。接下来看看动荡的菲律宾，那么国内还是一团乱。那对于现在还在押的前总统杜特地，其实他的名望是很高的哦。在国内呢，因为庆祝谁？庆祝杜特地议员诞辰呢，数千人聚集在府邸帮他庆祝庆生呐。那当然，萨拉杜特地全家他们现在面对于现在国内的各种动荡。父亲前总统杜特地被逮捕，还在海牙，准备要受审啊，等等的。当时其实曾经他的女儿副总统萨拉就警告过他的父亲说，如果你回菲律宾，你会变成艾奎诺。艾奎诺怎么回事？虽然当时的总统是同意让他回国的可是他在回国的机场当场就被枪杀了。就在大家那么多支持者要欢迎他的情况之下，他就当场活生生遇刺身亡。他说：“如果说你这样子回国的话，可能也会碰到老马可是做对政敌所干的事情，非常的危险。你要回家，反而会是生命的终点。但他仍然坚持回家，但这次是被国际的这个组织给抓起来了而已。”总统府表示，杜特地不是艾奎诺，菲律宾没有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这个是通讯部副部长出来回应的啦他说呢，这不是事实，而威胁呢跟过去不一样，他这个比起来，跟艾奎诺比起来呢，杜特地比较像是希特勒，因为过去他曾经自比在枪杀还有执法严格的来对毒贩这个过程里头，他曾经说过，如果呢希特勒屠杀300万人，菲律宾如果有300万人吸毒或卖毒品的话，那我很乐意屠杀他们，至少德国有希特勒，菲律宾就会有我等等。现在拿这些相提并论的，他不是烈士，而是一个独裁者吗？来应对，但双方包括人民军等等的对峙是非常的激烈，随时有可能发生政变。包括了艾奎诺的家族前议员拒绝把杜特地跟艾奎诺相提并论啊，那艾奎诺家族所受的这个待遇啊等等各种的论战。当时离开艾奎诺离开菲律宾的艾奎诺是这样子的画面，但杜特地却是不是自我流放，反而是被国际刑事法庭给逮捕了那现在官司会怎么发展？大家还在观察的时候，小马可是传出来被要除掉萨拉，当然先前他就曾经自己有这样说过了但副总统办公室现在接获了放炸弹的恐吓，结果搜查之后没有还好没有啦，因为否则这个政局的不安动荡有不只是武装部队而已，人民的抗议而已，这个是非常动荡的一个现在菲律宾的现况。而总统府呢也向副总统询问嘛，这是询问吗？还是质疑呢？就是说应该公开机密资金的受益人名单，是不是有机密资金来源不明？必须要公开来处理呢，甚至看起来像是一个前哨战，要清算他的资金流向吗？菲律宾政坛的动荡，参议院议长说，武装部队跟菲律宾国家警察厅应该保持中立，
不明白萨拉为什么向隶属于菲律宾武装部队的总统安全司提出上诉？他想证明什么？军队跟警察应该互相 fighting 吗？现在处在一个各种的军方、警察支持者的不同，那 report 给谁？总统、副总统不同人呐、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内的局势里头，甚至呢，现在警察局长托雷哦，是负责当时在国际法庭要逮捕的时候，要负责逮捕的这个警察局局长，也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参议员就痛骂他说：“不要沉迷于权力，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总有一天你会下台，你会感受到人民如何对待你。”而这个警察局长托雷则是说：“杜特地一直质疑我们的权威啊，那其实呢。”小女儿啊，等等，还咒骂他啦，告诉记者说他还小啊，他这次负责杜特地移送海牙的动作就是他的工作而已哦。那菲律宾人怎么看这一次整个菲律宾的政局的混乱呢？根据报道，这项在2月20号到26号所进行的调查民调发现，37.9%都认为国家呢已经陷入了政治混乱或者是脱序的状况。怎么看菲律宾？我想小马克思始料未及哈，小马克思没想到说整个局势的演变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原本他是跟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合谋啊，要去逮捕这个杜特地，但这是违法的，因为菲律宾并不是一个政治失序、社会司法失序、整个国家陷入混乱无能的一个状态下，它还是有它的政府有它的司法运作的一个程序。那国际刑事法院基本上是补充原则，它不能够超越一个国家主权去代行这个事情。那如果它要超越一个国家主权，那么要去代行这个事，它要经过它的这个缔约者的国家他们的同意来做这件事。但是菲律宾已经退出了这个缔约者，他不能够说你以前是缔约者，所以呢你现在退出来了，我现在的法律还是基于你，那不可以的。因为它并不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它也不是安理会所的一个机构，它都不是，它只是这个罗马公约底下的一些相关的国家所同意承认建立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机制已经越权了，他本来是想偷偷的就把杜特地逮捕，就把他送到这个海牙法庭去，但杜特地应该是知道了，所以情报应该是走漏了。所以杜特地特意到香港去3天，高调的，国际媒体就是关注到他了。那当他一回来的时候，马上就被逮捕了。所以这整个行为基本上就盖不住了。小马克思想偷偷的来做，就盖不住，这个事情就爆开了。爆开以后，到了海牙法庭的时候，他马上就指控，因为程序庭结束以后，在正式庭的时候，他就指控你国际刑事法院，你对于小布希的杀害。这个阿富汗人30万人你怎么做？内塔尼亚胡的杀害4万多人你怎么处理？那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制止他无效，因为所有的在场的菲律宾的民众听了以后，就直接攻击这个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庭在国际间的形象当然大受影响。但是回过头来讲的话，小马可思他的整个政局的混乱就出现了，因为更多的人民他的记忆被唤醒了。被什么记忆唤醒？就是小马克思的爸爸老马克思。老马克思，您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在1983年的时候，他杀了艾奎诺2世，而当时艾奎诺2世就在台湾，而我们得到的情报是马可思要杀掉他，我们一直劝他不要回去，但是他还是依然决心要回去赴死。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在道义上就是搭我们的华航。到了菲律宾的时候，他一离开这个飞机下机场的时候，一落地就被杀了。那所有的指向就是老马可思。现在小马可思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是却利用国际刑事组织把这个这个杜特地抓走。现在杜特地的女儿指控他准备要杀我，或是杀我爸爸等等，大家把注意力唤醒了以后就连在一起了。目前来讲，对于这个小马可思的情况就不利了，因为他的民调支持度在往下走，而杜特地的女儿的民调支持度在往上升。那本来小马可思是希望利用本来这一波的操作，让他在参议院，因为5月就要选举了，对，参议院的选举中赢得绝对的多数以后，修改宪法，让他自己能够连任。现在看起来，他的这个美梦应该是幻为泡面。
菲律宾的动荡当然影响了南海的这种政治角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菲律宾政局动荡，当然因为前总统被逮捕的关系。不过，美中在这个地区的南海的争霸，当然也跟政局息息相关。委员，当然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那么单纯的。你说小马可是有多大的胆子，敢把杜特地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这后面没有强权的因素，他怎么敢干这种事呢？他毕竟是你的副总统的父亲而且是前任的副总统而且是南部，尤其是民达纳尔的当地的，等于是坐山老虎你这样子把他送给国际刑事法院，对任何国家人民大家都不会接受，因为这有涉及到民主主义的问题嘛。你怎么会把我们的副总统，你有本事在那边抓他，你自己把他判刑，就在菲律宾坐牢，你把他交给刑事法院，国际刑事法院。所以这里面小马可是向天借胆，他不是向天借胆，他是向强权借胆因为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地缘政治的问题嘛。你杜特地你在任的时候，你跟中国大陆关系怎么样？你跟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像小马可仕的做法，刚好要跟杜特地要不一样。他后面当然就有强权的角力在那里，在里头嘛。这种前几期你仔细去看，南韩政局有一点像。前次大陆也说南韩的大统领就是南韩的总统死定了，对不对？你看他现在是不是又出来了，逍遥了，而且很有可能弹劾，对，会让他恢复职务然后你看在野党的力量又下去了，而且搞不好在野党的这个党主席，搞不好自己先坐牢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都有强权啦，尤其说像川普这种个性的人我跟你讲你家就是我家了，天下就是我天下就是我的啦。你看他讲话，你看我们这次他们披露出来的，在国际这个 Michael 这个什么 Watts，他们在电讯里面对谈的，那个群组里面对谈的，他们那种口气，对不对？政极天下，天下就是你家就是我家吗？就是这个样子啦。所以这个绝对有强权的因素在里头。但是这件事，我是觉得在菲律宾真的要尘埃落定以前，还要乱一阵子因为毕竟你这是踩痛了的。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好笑的一件事是，小马可仕的姐姐，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跟沙拉杜特地的关系非常好，他是站出来说这是不对的，我们要进行调查。请问你这不是变成好像小马可仕他们家族要分裂了？他姐姐为什么这样讲？我想有他的原因，他可能也有自己的前途的考量，认为杜特地家族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得罪他，其实对马可仕家族的长远的发展是有问题的。你弟弟不要混了，我姐姐还要混了，是有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当然菲律宾的混乱影响的是一般的民生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菲律宾现在政局动荡，因为前总统被抓了，现任的总统跟副总统当然互相的对峙，民兵跟政府组织的这个军队还有很多对抗，民意更是沸腾至极，各种抗议不断的发生。舰长，这个两大家族马可仕家族跟杜特地家族，他们竞争到什么地步前一阵子那个副总统沙拉讲说，他说什么？公开讲，如果我被暗杀，我保证我会派人暗杀你小马可仕。到达这个地步，你觉得底下的人都跟着在一起。那你想想看，杜特地这个人是个口直心快的人，从以前你看他就知道，他怎么会讲说他自己是比喻成这个希特勒呢？他是在2019年6月的时候，他2016年9月，他公开演讲说，希特勒屠杀了300多万的犹太人，我们现在菲律宾有300多万的吸毒者，如果我很乐意，有可能的话，我很乐意把他们通通都杀掉。他当时讲话是这个样子。那个年代，他们真的是有300到400万的吸毒，你知道造成社会多严重的问题？300到4，他人口是1亿，他有3到4。台湾2023年吸毒的大概38000多人，他们的吸毒人口是台湾现在的大概25倍。让
友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简修。如果一开始看到这画面，黑画面可能会吓到，这个刘宝霞是谁？待会我们切入主题，就来跟大家讨论。最近在网络上非常的红。首先加入我们讨论的第一位大白话来宾，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前张检舰长黄征辉将军上校。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刘宝霞是谁？这点的网络搜寻非常高啊！哇，我们来看看，在美国通缉犯创下了最高金额，没听过这么高的，比宾拉登都高。她是谁？她是一位山东女生哦。这位女士呢，被疯狂的搜索跟讨论，因为被天价通缉了，被说难道一个中国大姐就可以改写中东地缘政治吗？通缉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她从中国跟香港非法出口走私被美国管制的出口物品，包括无人机技术啦、相关设备啦，给这个伊斯兰的革命卫队跟国防武装部队的后勤哦，所以直接通缉令下来，悬赏多少钱？1500万哇美金呢！宾拉登当时说这个这么干这么大事，被美国认为头号战犯，悬赏多少？1000万美金哦，真的这么重要吗？中东现在川普上来之后，他说不喜欢打仗的，但是却在也门展开了攻击，要打击胡塞武装。哇，所有这个升级的系统里面真的很高规格哎。那有没有大炮打小鸟的这样的想法？因为杜鲁门号来了，卡尔文森号来了，那2艘航空母舰加上对抗的是胡塞组织的拖鞋大军，是不是比例原则有没有这么夸张？但这些都还不夸张，最夸张的是今天在 CNN 大篇幅被报道出来的这个消息，居然在准备下令轰炸也门的群组哦，这个群组里头拉进了这个记者，就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怎么回事？这是国安顾问把他拉进来的哦。国安顾问呢，这个一个群组要讨论空袭也门的计划，里面有好多重要的人呐、这个国安顾问是沃尔兹啊，这个有好多个人哦，这里面有各种的内容哦，要怎么空袭作战，甚至讨论欧洲多么的不称头，利用美国，里头有国防部长、国务卿、中情局局长。那刚开始这个当事人还说，我以为我是被拉进去那个诈骗的群组，不当一回事。直到真的看到里面在下指令轰炸也门，他发现是真的。这么重大的纰漏发生在美国这个重要的国防国安决策系统，川普怎么回应？他说：“我不喜欢大西洋月刊，我觉得那个是个快倒的杂志。”哇，完全不知情！你跟我说，我才第一次听到。所以呢，这么大的纰漏要不要处理呢？错把国安顾问把这个媒体加到群组里面聊天呐、Politico 的报道，白宫国安顾问沃尔斯像他的这样的做法，恐怕会被迫辞职吗？引起了白宫内部的激烈讨论。那资深政府官员甚至就是说，很多内部的讨论话题处理沃尔斯，其中一半觉得他撑不下去，或是根本不该撑下去。因为这内容除了也门的轰炸，还有讨论到美国这个对于欧洲的态度等等的很多评论。那当然，沃宇中教授就认为，可能他会比较没事的理由，是因为他里面全力的在吹捧川普、都很听他的话，所以应该比较没问题，会全力保他吗？但是白宫高层就认为说，为了川普好，要断臂啊，所以这种不利处境必须要先把它处理掉哦。国会方面有共和党，很多人希望他能够保住职位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相对适合这个工作，还可以沟通的管道，值得信任。所以现在内部还不知道会怎么处理。但一个泱泱美国大队长，居然内部的国防连要下令轰炸，这种群组可以拉错人，拉成媒体，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不可思议。另外还有一个马斯克，现在川普任内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先前传出来说，这个马斯克他的爱将虽然不是政府官员，也将会听取对战争计划吗？要到五角大厦里面，除了拜会之外，会听取一些 PPT 跟重要的资料哦。结果媒体一披露之后，《纽约时报》报道完了之后，隔天就马上由这个马斯克这个简报内容就被宣布说没有这些事情。2名官员，美国官员就像 ABC 另外一家媒体来证实说，访问五角大厦呢，就不会有这些什么机密资料了啦，就只是一个单纯的拜会而已，相对降级。川普对这件事情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要先查泄密？他先倒是表示了一件事情，
不会对商人展示国家机密。他说，因为马斯克啊，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事业，恐怕会影响他的判断，所以罕见的坦诚，身兼政府顾问跟企业家商人的马斯克有利益冲突吗？哎呀，今天他的股价稍微回来一点，要不然股价整个跌了一半，拦腰斩。美国是怕中国大陆，当然是他现在最重要的敌手。冷战 2.0 将至，这个是在很多的美国的 AI 社群里头的讨论，被认为说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在这个圈子里有人想到 DeepSeek 可以中国大陆这么快的发展，击败了美国吗？或者是更新的，包括机器人 AI 有这么快吗？所以呢，在惶惶不安，像这个 Meta 的首席 AI 科学家杨立坤他说的，DeepSeek 击败美国，不过只是中国内部竞争的副产品而已，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开源模型大爆炸就要接近了，所以呈现了一种业界的各种的恐慌、无奈，或者是冷战 2.0 的情绪里头。接下来美中的对抗，当然在很多的这个像这样情报战里头，就有人可以开出这样的天价，也是有原因的。戴老师。就是因为开出这个天价才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因为它出口的是美国禁止出口到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民两用的这些元件啊，包括这个无人机使用的电子元件，那也不过就是从大陆或者是香港据美国人的指控美国国务院的指控说是一个这个人头公司叫做幌子公司，然后呢他向美国那边就进口了这些电子元件，是可以用在军方也可以用在民间的这些无人机或是导弹所使用电子元件，那么进口到香港，再从香港这边再转出口到这个伊朗去，所以增大了伊朗的国防的武装力量，所以美国就气得不得了，要对于它发动通缉那这个问题就在于单价会高到1500万美元，比宾拉登还高。宾拉登发动了911的事件，然后去轰炸了2个世贸大楼，而美国还因为这个2个世贸大楼死了3000多人的这个理由，去发动对于伊拉克的政府的攻击。伊拉克的塔利班的政府，他并不是911的涉案人，也不是直接或是间接的从犯，都不是，那是宾拉登做的，但是美国人却出兵把阿富汗的政府把它推翻了，然后把它占领阿富汗，然后要去杀宾拉登，而宾拉登的悬赏才1000万美元，而这个刘宝霞却是1500万美元，所以大家都说哇，这个刘宝霞的这个威力一定是比这个宾拉登还要强大。因为宾拉登才1000万，而且还让美国发动大军，而且还打了20年的战争。20年的战争之后，美国还战败仓皇逃走。这个怎么成比例嘛？所以大家才会觉得有点荒唐跟滑稽。也就是说，怎么这个卢比奥把美国的政治玩成这么的可笑？也就是如果他的悬赏是比宾拉登还高的话，那你美国是不是要出动比这个打阿富汗的军队更强大、更壮大？是不是请全国之力要来攻打、围捕他？未来要围捕或是要来打中国呢？是不是你想找这个理由要来打中国呢？那也就是大家就会开始想象说，哎呦，那这个有关于特斯拉的马斯克，他去美国五角大厦听取美国对于中国的作战计划。川普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要跟中国大陆打仗但是我们有各种计划方案。那言下之意似乎是承认有攻打中国的作战计划。那这个大陆来讲的话，就是哇，这个知识体大，还得了？那还得了然后大家会把他跟刘宝杰，是不是把他不是刘宝杰，口误，刘宝霞，把他被我串在一起，刚开始误导了吗？刚刚被你误导了就把它串在一起。当然，我们这是比较诙谐的、比较轻松的一个方式，但是大家会，我们严肃回来讲、认真的讲，就是大家会觉得不成比例，因为911事件它真的是影响了美国跟中东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是让美国找一个理由去攻打阿富汗。但是宾拉登也不过就是1000万，为什么刘宝霞要1500万？这一点大家是个理由或借口吗？对，大家都不解。为什么呢？对，大家都不解，就是说你到底美国，你到底想要干什么这是
大家都在想的事情。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大家就开始留意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针对伊朗，因为它所牵涉到的都是相关的国家，针对伊朗，然后美国现在在打胡塞组织，而打胡塞组织的原因是因为胡塞又重新启动对于红海的美国船以及以色列船只的攻击。可是大家要问，胡塞为什么要重新启动呢？那就是因为以色列撕毁了这个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在3月10号的时候，片面的撕毁了这个协议，去炸这个哈马斯，炸这个加沙地区的北方跟西北方。由于以色列毁了这个协议，破坏了这个协议，所以这个胡塞组织说，你们破坏了协议，那我就恢复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船只的攻击，而美国却找这个理由去攻打胡塞组织。而找这个理由要攻打胡塞组织的时候，美国的主要的负责人是由承川普之令的白宫安全顾问华尔兹，却召集了机密的会议，而在这个机密的作战的会议中，竟然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拉进群组，而让他在群组里面去听大家讨论如何攻打胡塞组织的作战计划方案。各位有没有觉得很棒、很了不起？这真是一个什么样的白宫安全团队啊？他们是被加入了一个叫 Signal 的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常在企业听到有人偷骂主管错评，有没有传错人？我没有听过国防机密下指令可以拉错人的，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们媒体也拉进去一下？委员讲刘宝霞所以当然他们能够做这种类似这种，就是可以说是军火生意的，他基本上都有背景的啦。所以我们不要去认为说他就是一个一般的商人。然后呢，这位44岁的商人，他很有本领，当然没有错。刚刚岳先讲的就是说，像无人机很多是，你看你怎么用它，因为很多商用无人机，你把它装上炸弹，它就是个军用的这个无人机了嘛。所以这个有很多是军民通用的啦，但是他这个大概也讲说，也拿了美国的这个电子产品我是比较怀疑的。我认为美国的它电子产品可以让你随便可以拿得出去的，大概都不是非常敏感的啦。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无人机。当然他这次为什么打这位女士呢？我想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埃及。第一个是打埃及，因为你看美国在中东所遭遇的麻烦，他们背后的力量就是伊朗。你看胡塞组织现在当然很伤脑筋了。对，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哈马斯。这个后面也是他，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真主党，这后面也是这个伊朗，所以他觉得我就要把伊朗给打下去。我在中东唯一的敌人就是伊朗这样子啊。那更早了，像这个叙利亚后面的主要力量也是这个伊朗。第二个，我觉得他的目标是指向中国大陆了。他因为很简单嘛，刘宝霞他就是山东人嘛。这大陆人嘛，那美国现在正在跟中国大陆还没有直接交手，坐下来贸易谈判，领导人去面对面谈以前，他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一种部署，都是一种打击譬如说，我先派一个参议员去跟你讲这个芬太尼的问题就表示你是有欠于我了，再搞一个刘宝霞出来。这个中东现在我的航空母舰被飞弹攻击，被无人机攻击，这个也是你们中国大陆在背后有关的。他就谈判以前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铺陈所以目标不是只有刘宝霞。其实你说他1500万，他一共有4个人可4个人主要的人大概还是刘宝霞所以他真的是悬赏高，我觉得是 overpriced， 这个价钱是故意把它标高，显示它的重要性跟它对美国利益的破坏性。同样的，这就是要累积他谈判的筹码，因为他到最后，他主要的谈判的对象其实还是中国大陆了。好，将军怎么看？首先我要说这个 LINE 的就是这个 Signal 这个群组其实我们常犯这种类似的错误。我晓得，包含你加入 LINE， 你会看到别人犯错误，或我们自己会犯错误。有时候你就邀请错了人，你以为这个名字就是他，结果不是。
他这个犯的其实就是这个错误。可是让我很好奇的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群组，你开始一定有一个起头的审核机制，你知道吧？就我拉了这30个人，谁来审查？是我这个人就这样子邀请的吗？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第二个，所有这种群组，因为你讨论都是机密事，你隔一段时间一定有一个叫做定期的安全查核，哎，有没有人偷跑出来一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子？他应该要有一个这个机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马克思这个简报啊，他去听这个中国战区简报，你叫我仔细设身处地的为美国国防部想一下，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要去删减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他要删他的人，他们实在编制太大了。那我怎么办？我是国防部部长，我一定请你来。我告诉你，我们现在中国的敌人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厉害，你还要删的话，我们怎么打得过他呢？他就是希望你不要去删他的预算，不要删他的人。那你说他听的这种东西重不重要？他跟中国打也许有18套剧本，他跟你讲的那个是那个最严重的那一个。如果打起来我们会这样子，那你现在还要删我的预算，删我的人，我怎么样继续做下去？然后地中海这个胡塞组织哦，这个很奇怪，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消灭不了这么一个小的地方？因为它的地方，它的盘踞的地方是一个山区，平均高度是2000到3000这个公尺，人躲在里面，就是我不要打你，你根本很难找到我。这跟阿富汗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到处都是山，所以阿富汗会变成帝国坟场。你试试看，这个胡塞组织躲在那里，进去找找看，你也很难找到它，所以它很难。但是美国会派2艘航母去，我倒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海域非常狭小，航母为什么觉得它安全？因为它有一个好大的一个网张出去，你知道，我四面有这个战斗舰，更远有这个战斗机，底下还有这个核子潜舰来保护我。那你在地中海你怎么保护？在那里面你去看看，你四面都是岸呐，岸上有各种电子信号，所以他在那里的官兵会极度的，就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容易被包夹哦。对啊，因为旁边全都是啊。任何一个可能起来的飞机都可能对你有威胁，所以他怎么办？我在想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他推到很外面，他其实在用的就是我用飞机飞过去打他，或者我很远很远的使用我的战斧飞弹，这样对远远的这样遥射过去，这是他最可能运用的。如果他陷入地中海或者陷入红海，那是非常愚蠢的。那大家可以看看，如果他真的派2艘，他的位置在哪？他应该是拉到很外面，而不是跑到那里面去。然后最后一个我说这个 AI 哦。DeepSeek 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很瞧不起他的。后来我发觉，直到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就知道他真的很厉害。OpenAI 叫美国政府要禁用这个，你就知道，当 OpenAI 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他感到危险。那他是最专业的专家，他提出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可能影响到我，就代表说人家真的可能影响到他。但最后我还要讲一个，AI 一定是国家队。为什么？我上网。1个人用跟10万个人用跟1亿个人用是一样的成本，几乎一样的成本。那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国家里面有5、6个团队在那里研发呢？大家一起合作起来，一起合作，整个国家做一个单一的 AI 国家队。